如果我告诉你，一座离岛新增的800公顷土地，未来可能改变整个新加坡的发展布局，你会相信吗？德光岛用了7年时间完成约800公顷的新土地建设，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多了多少土地，而是这些土地将如何被利用。对于国土面积不足800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来说，每新增一块土地，都意味着一次发展空间的重新规划。德光岛扩建接近完成的同时，义顺一带的陈厝港新镇也正在推进，未来预计提供约1万套新住宅。看似无关的2个项目，其实遵循着同一个逻辑，把有限的土地放在最合适的位置。过去几十年，新加坡不断推动港口西移、机场东扩、工业区整合以及军事设施外迁，每一次调整都是为了释放新的发展空间。因此，德光岛扩建的意义不仅是新增800公顷土地，更是为未来军事训练提供空间，从而释放本岛土地用于住宅、产业和公共设施建设。从这个角度看，德光岛不仅是一项填海工程，更是一项面向未来几十年的国土布局工程。而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一项重大调整可能进一步改变整个新加坡东部的发展格局。那么问题来了，德光岛新增的800公顷土地最终会变成什么？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住宅、商业区或者工业园，但事实上，德光岛扩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为未来军事训练和国防设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军事设施搬迁跟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关系其实非常大，因为这背后隐藏着新加坡过去几十年一直在使用的一套国土规划逻辑——空间置换。简单来说，就是把占用核心土地资源的功能转移到更合适的位置，再把释放出来的土地用于更高价值的发展用途。对于土地资源极其有限的新加坡而言，这种模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历程。港口向西搬迁，机场向东扩建，工业区集中整合，每一步都在为新的发展空间腾出位置。德光岛扩建也是同样的逻辑。当部分军事训练设施逐步向外岛集中后，本岛原本承担相关功能的土地就有机会被重新规划。其中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就是位于义顺一带的陈厝港新镇计划。根据规划，这里未来预计可提供约1万套新住宅。这些住宅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来自整个国家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这也是新加坡城市规划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政府考虑的从来不只是当下需要多少住宅，而是未来几十年里，哪些土地适合居住，哪些适合产业发展，哪些需要保留给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不断调整功能布局，新加坡才能在有限的国土上持续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德光岛与陈厝港之间的联系，正是这套逻辑的典型体现。不过，如果说陈厝港代表的是新增的发展空间，那么接下来要讲的项目，则关系到整个东部地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潜力。它不仅释放土地，更有可能改变一大片区域的发展上限。如果说德光岛的填海只是供应托底，那么巴耶利空军基地，也就是 PLAB 的搬迁，绝对是未来10年新加坡最大的资产重估事件。很多人在东部买房，只盯着地铁近不近，学区好不好，却忽略了头顶上那层看不见的天花板，也就是航空线高。因为军用机场的起降航线限制，周边大片区域，包括石龙港、后港、但宾尼甚至马林百列的部分地段，建筑高度被严格锁死在绝对高度之下。限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开发商即便拿了地，容积率也上不去，建不了高楼，利润空间就被彻底压缩。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带许多老旧私宅的集体出售，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en bloc， 迟迟无法推进。没有开发商愿意接盘，资产价值常年处于被严重低估的休眠状态。但是，根据 URA 的总体规划，到了2030年代， PLAB 将全面搬迁至樟宜东和登嘉，这意味着压在东部房产头上的隐形天花板即将被彻底掀翻。原本只能建几层、10几层的老旧小区，容积率极有可能被大幅调高，未来完全可以建到30甚至40层的高尚住宅。对于现有的业主和提前布局的投资者来说，
容积率的解禁就是真金白银的基建溢价，这不仅仅是释放了800公顷，相当于5个大巴窑面积的庞大土地，更是对整个东部地段价值的重新洗牌。我们可以参考榜鹅数码区的造成逻辑，政府如何通过数字跨国企业引入和基建先行，硬生生从边缘地带创造出一个高价值枢纽。而 PLAB 的底子和潜力甚至远超榜鹅。对比当年大南部滨水区港口搬迁带来的区域价值爆发， PLAB 周边就是下一个肉眼可见的黄金红利区。未来这里不仅会有全新的商办综合体，还会打通从东部到市区的全新交通大动脉。买入这里的资产，本质上就是买入 URA 规划落地的时间差。谁能熬过这几年规划期的震荡，并坚定持有，谁就能吃透这波容积率翻倍带来的巨大套利空间。不过，地上的高楼大厦只是新加坡基建的表层，真正决定这些核心资产能不能扛住未来100年风险的，其实是那些藏在视线之外的千亿级地下与海上工程。跳出看得见的高楼大厦，新加坡还有一种极其硬核的基建，深埋在地下或者漂浮在海上。它们不直接产出短期的 GDP 数字，但却死死捏着你手里资产的生死存亡。比如全长超过100公里的 DTSS 深层隧道排污系统，以及东海岸正在全力推进的长岛填海工程。很多人觉得花上1000亿新元去搞防洪、挖下水道，跟自己的钱包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东海岸集中了新加坡大量的高净值私宅和优质海岸线，是公认的富人区。但根据气候变化预测，如果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不解决，这里的房产估值在未来几十年内必然面临灾难性的缩水。没有哪个富豪会愿意花上千万买一套随时可能被海水倒灌的房子。长岛计划的出现，正是为了兜底这个致命风险。它不仅是在海面上建几道防波堤，更是通过大规模填海造地，在东海岸外围再造一个蓄水池和全新的滨海生活区。政府极其聪明地把单纯的防御成本转化为了新的土地资产，这直接捍卫了东海岸豪宅区的长远定价权。而 DTSS 深层隧道排污系统，则是为了彻底解决未来100年的水务循环需求。通过在地下几十米深处建设巨型高速公路般的排污管网，政府把原本分散在全岛各地的水厂集中到了大式的综合设施中，再次为地面腾出了极其宝贵的空间。就像登嘉新镇通过地下管网与智慧中央冷却系统进行基建规划一样，政府在不牺牲居民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人口容纳上限。新加坡政府每年把财政预算的20%到30%死死锁定在这些基建投入中，本质上是在执行一个极度理性的金融逻辑，那就是提前负债，摊销未来。他们在用今天的财政盈余，为整个国家的资产底盘支付一笔高达数千亿新元的系统级保险费。当你买入新加坡的房产时，你买的不仅是钢筋水泥，更是这份长达100年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才是对抗全球经济周期的终极护城河。总结一下，新加坡的基建从来不是盲目扩张的政绩工程，而是一场极其理性的空间博弈。从德光岛的腾笼换鸟，到巴音力组的容积率解禁，再到长岛计划的100年保险，政府通过精准的规划，死死捍卫着这个国家作为财富避风港的资产价值。在这里买房，最大的忌讳就是只看眼前的虚高溢价，而忽略了 URA 规划图上那些正在悄悄改变的线条。做时间的朋友，前提是你得看懂时间表。你觉得未来10年，新加坡哪一个区域的基建红利最值得期待？是东部即将解禁的 PLAB 搬迁区，还是正在强势崛起的北部新镇？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真实看法。我是阿明，我们下期深度拆解再见。